综合6月22号到25号的各方消息，印度从去年拉达克对峙开始，就一直在苦苦等待的战略时机已经到来。印度对华前线的战略布局已然完成。为此，在23号，印度外长苏杰生率先向中国发难，公开指责中国在中印边境的军事力量部署违反了此前的中印撤兵协议，这让双方的未来关系走向存在了不确定性。此外，还十分狂妄地暗示战争威胁。原本密集关注台海局势的很多媒体和机构，很快被印度的这波找死操作吸引了目光。毕竟印度当前的卫生体系已经崩盘，国内疫情几乎在第一时间就催化了大量的印度国内资本外逃，大量的人员死亡，严重挑战了社会经济流通体系。这种情况下，中国不来找你印度麻烦，已经是仁至义尽了。现在印度居然率先向中国挑事儿。需要指出的是，相对于印度的这种找死操作，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回答更是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信息量极大。在23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赵立坚指出，中国在西部的军事部署完全基于正常的防卫安排，为的就是防止某些国家不断越线蚕食中国领土。有分析人士指出，这一发言隐藏了3重信息：第一个，没有否认我国向西线部署兵力；第二个，几乎可以说是指名道姓的在指责印度在中印边境的行为，是在蚕食我国领土；第三个，是对苏杰生的一次反击。中国会有如今的行为，完全是基于印度的所作所为，这件事情印度才是主要责任。这样的发言在过往的中印互动中是极其罕见的。需要注意的是，此前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在空军方面抓住当前中国战略重心在台海的机会，已经在筹备空军主力向北集结，12条战略通道也已经打通，这大大解决了印度此前极为头大的后勤运输问题。此外，军事改革将130万大军进行重新整合，让其更加适应现代化战争。可以说，一系列事件的完成大大刺激了印度高层的对华野心，自认为时机已到。从某种角度来说，当前的中印关系已经到了一个相当敏感的地步，中国已经放弃了对印度的一些幻想，采用了警告的方式，提醒印度如果真要搞事情，中国是不会再顾及道义问题了，而印度又不清醒地误判局势，中印之间或许终有一战。近日，美国国内正在考虑用多种方式对抗中国，其中一个就包括向台地区派遣一个旅的陆军部队。这一建议是由美国部分智囊团提出。据他们所说，倘若美国陆军真的想要在太平洋地区与解放军对抗的话，就必须要在台裔地区永久驻扎一个装甲旅。事实上，早在几个月前，关于某种一线前哨部队的争论就在持续升温。甚至在去年，列克星顿研究所首席执行官洛伦·汤普森就曾表示，驻扎这样一支部队将会让中国知道，在任何计划入侵该岛或者向东推进太平洋的第一天，他就会与美军对抗。没有能够替代在冲突发生的第一天就已经在那先行部署的军事存在。汤普森指出，在中美建交前，美国陆军就有3万士兵驻扎在台地区，但现在美国陆军在岛上却没有常驻部队。至此，汤普森表示，光靠空中力量和海军力量想要阻止解放军武统台地区存在很大问题。例如，前者距离台地区2000英尺范围内只有少数几个基地，而且1半以上的跑道都太短， P-52 轰炸机根本无法起飞，加上美国空军在整个机队中只有158架远程轰炸机，其中很多都没有执行飞行任务。相比之下，建立一支相对较小的舰队可供部署，或许会更好。为了证明自己的结论是对的，汤普森还拿出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进行过相似部署举例子，声称当时就是用这种方式成功威慑到苏联的，鼓吹派装甲旅到台地区。且不说这样的方式是否真的有效，仅能不能成功部署都还是个问题。至少在汤普森提出这一建议后，美国内部心虚了。首先，一旦派装甲旅到台地区，一事成真了，很大程度上已经说明了美国将对台放弃战略模糊，如此一来必定会加剧台海引爆冲突的风险。其次，台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海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中方多次强调，美国对台方面挟美自重，搞以武拒统都不会得逞。中国实现统一是历史必然，一味的台独走不通，搞台独等同于叫嚣开战。或许在美方眼里，美台联合能够威慑到中国，但实际上这反而会让中国武统成为新的现实。在捍卫领土完整和国家和平稳定方面，中国向来不会做出任何退步。汤普森这样做只会导致解放军的态度再次加强，包括汤普森在内的所有美国人都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任何势力都阻挡不了的。汤普森鼓吹装甲旅入台根本唬不住中国，希望美台能够趁早醒悟，倘若继续就台海问题做出更危险的举动，
就别怪我军提前加速武力统一的步伐。一直以来，美国通过发行债券维持国家正常运转，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美国频繁发债券。目前美国债务规模已经高达 28.4 万亿美元，但是美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还没有要停的势头。对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发出紧急预警，美国将面临金融危机风险。在6月23号，耶伦恳请国会采取措施，在7月31日美国的债务上限生效前提高或暂停美国债务上限，否则美国将最早在8月就发生债务违约，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债务上限是什么呢？就是美国国会允许美国财政部可以介入的最高金额。当达到上限后，美国财政部就不能再发行任何国债，只能通过税收来填补财政漏洞。之前国会同意债务上限生效期限就在7月31号，因此在这期限之前，美国财政部必须偿还投资者和外国政府的部分债务，才能借到更多的钱。不过就算美国会允许财政部继续发美债，但是也不一定有人买。美债持有大国纷纷都在减持美债，而更多海外投资者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债券。简单来说，美国的赤字规模已经达到 2.064 万亿美元，已经到了无法支撑的地步。而美国的资金链断裂，到时候很可能还不上钱赖账。自疫情来，为了刺激经济，美国疯狂印钞割世界财富。以前是美国印钞造成的通胀只能由各国承担，现在很多新兴国家拒绝买单，美国陷入超出预期的恶性通胀，这次恐怕只能自己承担。在前1个月，美国经济高官们就接连给中国打电话。就现在情况来看，美国继续在各领域加大对中国施压，似乎说明没有谈成。近期，拜登政府又开始尝试和中国接触。23号，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透露，拜登将启动下一阶段对华接触外交，并推动中美高层新一轮高级别会晤。他们认为是时候开始和中国对话了，但是中方对此并未做出明确表态，似乎遭到了无视。美国还是用的老把戏，不仅没有展现出任何诚意，反而试图继续施压，争取谈判桌上的筹码。现在的中国是不会接受这种胁迫的，尤其是近些年去美元化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美国收割世界财富的日子不多了。在6月25号，中印双方举行的第22轮边境事务磋商会议正式拉开，并就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展开讨论。这次磋商会议中，备受外界关注的是，在这次会议中，一向不太积极的印度方面，却罕见的对未来第12轮军长级会谈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印度突如其来的热情到底想在背后掩藏什么呢？如果翻看印媒前一天的消息，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在24号，今日印度有一篇报道文章中提到，印军日前可供部署的步兵战车大约有1750辆，其中有 55% 是炮式战车，只有 45% 是可以容纳运输地面部队的步兵战车。更为重要的是，即便印度已经打通了通向前线的12条战略通道，但这些战车目前依旧很难在高海拔地区实现快速部署的能力。为此，印度军方正在积极寻找新的步兵战车，将旧版本的这些装备替换掉。按照印度陆军官员的说法，印度陆军发布了一个叫自力更生的印度的项目，通过印度制造商与国外制造商进行合作，为印度提供符合高原机动要求的步兵战车。而该项目还被要求供应商必须实现高效率生产，最短时间内让印度前线部队更换新型的战车。有观察人士指出，印度自建国以来就暴露出了其盲目扩张、穷兵黩武的特性，不论是早期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或是后来与中国的冲突中，基本都是喜欢用不宣而战的方式，占一点小便宜。而随着印度前线12条战略通道的打通，印度其实已经暴露出了真实意图，就是想要利用这些足够缩短通往前线的交通运输时间，在短时间内集结大量兵力，在中印边境前线形成一个优势力量，玩一场突袭战争。从近期关于印度国内的消息可以看到，新德里当局对待国内疫情治理的工作已经是趋近于放弃躺平的状态了。部分利益集团借机发国难财，囤积医疗卫生用品，狠狠捞一笔。而随着矛盾的加深，印度新德里只剩下利用战争转移注意力的选项。如今，印度上下已经开始为这场预谋的突袭战争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上至印度外交部长，下至印度各大媒体，已经开始不断在舆论上释放烟雾弹，制造民粹，挑起民间对中国的仇恨。基于这个现状，印度军方一直想要采购拥有高原机动能力的步兵战车，一边又拖着中国想要无休止的和谈下去，目的性极强，完全是想要拖延时间。